飞陀古川回来，我们直接在高山巴士中心上车，直达飞陀之里。城市慢慢退后，老屋、木桥、茅草屋顶迎面而来。这一次我们不赶路，只走进时间里。在这个纪念章的地方轻轻盖下一个章。这一次我们带着这个小本子出发，一路走一路收集，不是为了数量，而是那些被盖下来的瞬间，就像人生一次次出行留下的脚印，安静却一直都在。飞陀之里真的很有意思，有些小体验是专门留给游客的，像这种竹马就是以前人们的娱乐方式之一。我怎么都没站稳，结果娜娜一上去一下就成功了。哎呦，可以啊！这是什么？你要这样拿杆子。飞陀之里是一座露天民俗村，这里把飞陀各地的老房子一栋一栋的迁移保存下来。走在里面更像是在村子里散步，而不是参观一个景点。我们来到其中一栋房屋的内部，这里的屋子里尽可能还原了当时人们的起居状态，你可以看到以前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，很真实也很有趣。现在在飞陀之里，然后这里的房屋建筑和白川乡长得差不多。水车啊。有些房屋就围着池塘而建，水面很近，倒映着绿植和天空。一旁的水车悠悠地转着，水声很轻，却一下子把整个空间带活了。这个小村落其实并不大，但整个布局特别有意思，房屋上下错落，很有层次。农田、水车、小小的神社散落其间，不像是被摆出来的景点，更像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生活村落。这里曾经人们生活过的布局，仿佛一直都没有改变，时间好像只是放慢了脚步，却没有把它带走。岁月久远，屋檐上也慢慢爬满了绿植，不显得破旧，反而多了一种被时间温柔对待过的感觉。这种合掌造的房屋，屋顶像双手合十一样陡峭，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是为了应对这里冬天厚重的积雪。屋檐下面的夹层，过去主要用来储存茅草和农具。比起那些刻意做出来的江户风村落，这里的感觉反而更纯粹，木头、地板都透着时间留下的质感，不是复原出来的历史，而是被真实生活磨出来的痕迹。
在飞陀之里参观了1个多小时，差不多到了该离开的时间。再走一遍门前的小池塘，风很轻，水面也没什么波澜。这里留给人的不是某一个画面，而是一种离开之后依然会记得的安静。随后我们来到了高山东面的东山城山公园附近。7年前来高山的时候，这里的红枫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这一次再回来，也算是一场和记忆的重逢。对，就是这里，当年这里挺红的。可惜这一次来到高山，还没真正进入深秋，树叶只是微微泛红，少了7年前那种铺天盖地的壮丽，却多了一点更接近当下的安静。站在东山上看整个高山，城市安静而柔美，夕阳轻轻地把温暖包裹在屋檐和街道之间。晚上因为我大病初愈，没办法去吃烤肉大餐，看着大家在外面排队，心里难免有些羡慕。忽然我们灵机一动，想到去超市买点肉，回民宿自己烤，这样既能控制进餐量和速度，也不会给身体太大负担。我就在民宿里，我们吃了一顿非常在地的晚餐，简单却美味，吃得很满足，也别有一番温馨的味道。你刚刚撒什么表情？好了，本节的游览到此结束。下一节我们将游览一下高山的宫川朝市和高山老街，然后就与高山这座城市说再见了。感谢看到最后，我们下节见。对啊，那个题。